你生活费，读大学的生活费，对吧？我就是最多出到1500块，好吧？你不要攀比。1500？对。我跟你说，我不同意。你想一想，就是要3000块钱，我在大城市，我要化妆品吧，我要吃水果吧，我要做指甲吧，我还要买衣服吧，这些七七八八的，哪里也值1500？你一个女孩子18岁去读大学，你做什么指甲？是水果适当的买，1500有50块钱一天，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说3000就3000，你要是不同意，我去跟爷爷奶奶商量，我叫爷爷奶奶给我1500，然后你再给我1500，反正我必须这个3000我得凑满来。你好意思跟爷爷奶奶讲？爷爷奶奶才多少退休钱？他俩刚好省吃俭用给你，他总共退休才那个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给你1500。你要知道，老爸我工资才6000加奖金，我给你3000，咱全家吃个屁呀！你老跟人家高的人攀比干啥玩意？别人都是这样子，别人生活费都是3000，你就给我1500，你要我饿死在那边。一个月500块够不够大学生的生活费？这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很多家长给的根本不是生活费，而是生存费，只能保证你在大学里最基础的生存下来，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你出去要花的市交费用。就打个比方，你平时跟你的同学室友去外面吃个饭，最起码要50、60吧，高一点的100多肯定是要的。他们只想着你吃好1、2、3餐就可以了，其他费用他压根不考虑。还有这女孩子化妆啊、打扮的肯定需要钱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江苏一所211的大学里面，一名大一的女生刚刚过完19岁的生日，父母突然间宣布断供。她起初还以为只是开玩笑，直到学费、生活费都没有打入卡里，这才慌了神，哭着打电话回家，却得到一句冷冷的回应：你成年了，自己想办法吧。对此呢，网友们纷纷评论，有人支持父母的做法，早该断了，让孩子独立，不然一辈子伸手要钱。那么也有人觉得很残酷，19岁还在上学，哪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父母这是推孩子进火坑呀。据同寝室的同学透露呢，这位女生平时消费不低，化妆品动辄是上千块，夜宵外卖不断，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切断经济来源。无奈之下呢，她只能是四处借钱，甚至还尝试做直播来挣钱。从不愁吃穿的小公主跌落到急寻兼职的苦命娃，不过就1周的时间，令许多人都唏嘘不已。这一幕呢，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一个新词——断供经济。类似的故事呢，并不少见。山东一名男生因为考试挂科，父亲一怒之下停掉了生活费，他被迫天天去图书馆蹭空调，晚上在校门口摆地摊卖烤肠，还靠跑外卖赚钱才凑齐了补考费。湖南一位女生则因与家里闹矛盾被断供，连续2天靠饼干来充饥，最终选择退学打工。她的诉说令人心酸，不是不想读书，是生活逼我放弃。就这样，不少被家里断供的学生开始自食其力。食堂问一下招不招兼职，这种我一般都包饭，工资不太高，大概就是8到12块钱1个小时。但你想想，吃饭这个大头开销解决了，工资就是纯纯的零花钱，而且你要是吃腻了这一家，你就去换一家你想吃的那一家去干，天天吃免费的，那不爽吗？然后就是可以去帮人拿快递，特别是刚开学那会儿，新生的行李特别多，基本上都是寄快递过来的，你可以去提前1、2天过去帮人拿快递，也可以挣不少。网友还表示呢，开学季一些大学生会选择卖电话卡作为短期的兼职，这类工作收入相对可观，努力一点点，一天就能够赚到100、200块钱，干上1周甚至1个月呢，就能覆盖基本的伙食费了。学校通常也会提供勤工助学的岗位，如打扫卫生等。不过呢，有教育工作者不太建议学生靠低薪的岗位来维持生活。如果希望收入更高呢，可以尝试做家教或代课的工作。家教工资相对可观，几十块钱1个小时，但是呢，需要提前来备课。代课则是更为轻松，1节课也能赚个几十块。建议学生选择大班课进行代课，几十人或者是上百人的班级最好。这样坐在后排或角落时呢，老师也不容易认出是你，工作起来会更自在。那么还有甚者呢，同时打3份工，做家教，帮学院跑腿，在酒吧端盘子，甚至接论文生意。虽然1个月能挣3、4千，却牺牲了大半的学业。还有人因为长期兼职留下病根，
被发现后，父母仍坚持不再出1分钱。这种反差让孩子怀疑，父母的支持究竟是爱，还仅仅是履行未成年监护的义务。其实呢，这股断供的风潮早已经蔓延。据某教育平台调查表示，2024年就有35%的大学生曾被父母短期或长期断供，其中呢，有近一半出自于教育孩子独立的理由。与此同时，大学生兼职率同比上升了62%，而被迫休学的比例也创下了近10年的新高。断供经济背后的原因并不单一，有人家境骤紧，房贷、车贷和物价让中产家庭自身难保；有的家庭则是因为破产后拿不出钱；有人则以锻炼独立为由提前放手。那么也有人呢，将其作为惩罚手段。无论理由如何，受冲击的首先是大学生的消费力。校园周边奶茶店、咖啡馆冷清了不少。电商数据显示，学生群体奢侈品消费大幅下滑，而速食、自助小火锅销量暴增。教培机构呢也哀叹，报名补习、考研课程的学生也大幅减少，因为父母不再买单了。外界还有关注到，开学才没几天，网上就被大学生晒生活费的帖子刷屏了。有的学生抱怨1个月1500，吃饭都紧巴巴的。那么也有人说呢，生活费少于2000块，那根本没法买零食、聚会、谈恋爱。那你新学期开学，然后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生活费啊，1500。够用吗？够用。3000。你感觉够用吗？就是如果要是出去玩的话，可能就紧紧的。怎么？就是我想问一下，新学期来了之后，你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2000。够用吗？够用。够用是吗？对，2000。够用吗？不够。不够是吗？不够怎么办？不够硬花。1个月生活费，1500。你觉得够用吗？够用是吗？挺够用的。因为在学校工作的网友日常接触大量的学生，因此能够直接了解到大学生的直接的开销。他指出呢，许多家长对于生活费的传统理解存在着误区，以为只要每个月固定在月初打钱，比如1500、1600或1800就足够孩子使用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在的学生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理财的能力，所以我见到的大学生大多数的结果就是，你每个月的1号把钱打过去以后，第1个星期、第2个星期那个日子过得是潇洒，但是等到了第3个星期开始，一摸口袋，没有钱了，就开始每天从3顿饭变成最后1顿饭，最后1个星期就开始吃泡面了。那我们应该最合理的怎么给？要把孩子的1个月的生活费平均分为4个星期，每个星期打给他。这个时候肯定有家长会反对我的孩子都读大学了，都成年了，这点基本的能力都没有吗？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是的，我也认为一个18岁以上的孩子应该具备最起码的理财打理能力。但是事实是，现在的孩子每天就是卷分，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基本的社会素质，包括自理能力。网友指出呢，很多家长平时过于关注孩子的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生活的自理能力。尤其是大学生刚刚离开家乡进入校园的第1年，更需要一个过渡期，而不是仅靠每月固定打钱。那具体来说，如果孩子就读的是正规的大学，日常开销主要包括几个部分。首先就是伙食费，根据平均水平，早餐、中餐、晚餐每天大约是需要40块钱。有些爱吃水果或零食的学生呢，可能每天花费将近50块。那么1个月下来呢，仅伙食费就需要大约是1200块。其次是水电网等公摊费用，大多数学生宿舍为6到8人间，每个月每人平均约需要100块。此外呢，大学生还需要一定的社交开销，每周和同学聚餐，周末逛街购物或请客吃饭。即便大多数采用 AA 制，也建议家长每月为孩子准备大约是300块的社交费用。最后呢，还有零星开支，例如季节性的购衣、健康食品或牛奶等。网友提醒，家长最好将这类钱直接通过邮寄或网购的方式送到孩子学校，而不是直接打现金，以避免孩子挪作他用。那么也有评论指出呢，
其实大学生每个月到底需要多少生活费，真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要看城市、家庭与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网友指出，如果在西部地区读大学，每月1500，生活完全够用，甚至呢还能剩下一点。但是如果是在北京、深圳这种一线的城市，2000块都可能是捉襟见肘。不可否认的是，供养孩子上大学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国语数据分析显示，从1994年到2020年，大学生月均生活费的绝对数字增长了7、8倍，从200多块上涨到将近2000块。结合艾媒咨询2024年的调查，7成以上大学生月均收入与支出集中在1000到2000块之间。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那么折合月均呢，大约是344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54188元，农村居民为23119元。那么也就是说呢，大学生的生活费往往已经占据家庭收入的1/3。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从0岁到大学本科毕业，一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大约为68万元。全国0到17岁的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大约是53.8万元。在全国养娃成本排行榜上，上海排名第1，北京市排名第2，上海甚至是高达100万元。养过孩子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偏保守的。另外呢，断供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国内，海外留学生同样也面临着困境。一位在留学中介工作的网友说，有位学生刚去英国时呢，生活预算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今年家里突然间停止资助，他只能是自己想办法维持生活。因为我昨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现在除了说上课跟睡觉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打工，白天下午就是晚上都在打工。而且昨天我们吃完饭的时候，他就还把那些菜剩下的打包，可能就意思说明天还能继续吃，还能省一顿。而且就是包括说你知道吗，他的就洗衣服，他现在就完全都用手洗。因为什么？因为在英国洗衣服用那个洗衣机也要4、5磅的，他都觉得贵。我就真的觉得很感慨，就很心疼他。但是确实是我也这几年经济情况不好，很多学生都有出现说读着读着突然家里断供。那有一些学生他是完全能靠自己支撑下来，去做留学呀，然后做各种东西。那也有一些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突然退学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韩国留学生，刚刚家里人给我通了个电话，说我成年了不给我任何生活费了，要把我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断了。家里人不知道在我妈旁边吹什么耳旁风了，说我啃老，我现在1分钱没有了，我妈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活呢，但是我怕我饿死，所以说我拍个 vlog 记录一下未来我1周的生活。我们要知道，英美澳加等主要的留学国家对国际学生的兼职与打工都有严格的限制。通常是在学期内，留学生每周只能是合法工作大约是20个小时，作为餐饮、超市或者是服务行业的基础岗位。一旦被发现超时工作或从事与签证不符的黑工，轻则收到警告，重则可能被取消签证、遣返出境。2024年就有不少留学生在宿舍里偷偷经营美甲摊，然而被举报后呢，学校取消了他的学生签证，有的人最终无法毕业，或者是拿不到学位证。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甚至冒险做论文代写或刷单套利，短期能活下去，但风险极高，一旦被查到，学业和签证都可能被毁掉。海外留学生即使有力气，也难以完全自力更生，许多人不得不依赖当地的食物银行或校园食物援助来维持生活。据澳媒报道表示，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食品银行在2024年共帮助超过1000名学生，远高于往年的同期。领取免费的食物的队伍当中，既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也不乏来自中产甚至小康家庭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内衣食无忧的他们，在海外却不得不依靠救济粮来维持基本的温饱。那么断供经济为什么会爆发呢？表面上看是父母逼孩子独立，深层原因却是经济压力。
现在房贷、车贷物价高涨，很多中产家庭自身难保。过去一人读书，全家供养的格局，在今天越来越难以维持。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男性其实已经很难独自撑起一个家了。之前网上一直流传说中国的劳动供养比差不多是1比1.1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只能养活1.1个非劳动人口。这个数据我查了一下，其实是错的。虽然说数据是错的，但是现实的压力依然非常扎心。根据我找到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最新数据，中国每100名劳动力要养多少人呢？要养46.6名老人和孩子，总抚养比是46.59%。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上班族实际要负担0.5个非劳动力人口。如果说你结婚生子了的话，你们双方的父母加上你的孩子，其实要做到1比3.5的供养比才能养活一个家。从国际对比来看呢，日本的劳动供养比大约是1比3.8，欧洲是在1比6.8左右，美国则是在1比4.8左右。那么我们换句话来说呢，在这些国家当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足以支撑起一家人的基本生活。然而呢，中国的情况却是完全不同。单靠男性一份工资几乎无法维持全家的开销，现实中的家庭结构大多依赖双职工共同收入，再加上至少一方父母的经济支持，才能够维持一个略高于基本线的生活状态。因此呢，那种女子主内、相夫教子、男子主外、独自养家的传统叙事，早已难以适应当下的社会。如今的家庭模式更接近于女人也要养家，男人也得带娃，老人还得继续书写。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一旦失业或降薪，就难以继续支持孩子的高消费。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的断裂，父母不敢再无底线书写，孩子却因此失去了安全感。有人调侃道，以前是孩子嫌弃父母给的不够多，现在是父母觉得孩子消费太狠。也有人认为呢，真正的独立不该靠生存危机来倒逼。当教育成本越来越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投资时，年轻人需要的或许不是父母的突然放手，而是更多的理解与托举。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